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今天大盘创出新高，迎接拜登，但也不全是拜登的原因。今天的节目说说大盘创新高的技术分析，到底这次跳空上涨是衰竭前的奋力一搏，还是新的慢牛行情的开始？总统上台之后一些新的政令会带来哪些投资机会，又有哪些潜在的风险？今天公开的账户赚钱了。阳光财经频道订阅人数也刚好突破10万，Sunny在这里要感谢各位老铁的支持，祝各位观众天天进财，日进斗金。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光顾一下富途牛牛这个账户的情况。今天因为整体行情都挺好的，我的账户也赚了点钱，一天的盈利是1万多，收益率是 2.82%。我专门用手机版本调出来一个3个月收益率的走势图，3个月的收益率达到 26%， 而标普500同时期的涨幅是 9%， 大幅跑赢大盘。特别要说明的是，附图是按港币在计算资产价值的，68万的盈利是折算成港币。这个账户有杠杆，所以在牛市阶段跑赢大盘是很正常的。毕竟重仓股英伟达像一只死猪，只因为其他个股的加持，居然有这样的收益，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整个收益率折线图看起来就是稳定获利的状态，其实这种状态比一夜暴富要让人心安理得，稳定增长才是投资者要追求的。当你把交易当作一门事业，而不是抱着玩一玩就跑的心态，你早晚会理解短期暴富没有什么，长期稳定获利才是本事。个股方面今天没有做任何变动，虽然有很多个股突破了，我也没有多余的子弹去买入了。至于看好的股票，以后在节目中我还会做深入的个股分析。今天大盘是在高位直接走出一个跳空突破，创出历史新高的走势，非常强劲。阳光财经大部分的时间看多做多，很少用恐吓式的标题来吸引点击率，这造成我的视频并不是非常火爆。但是呢，只要进来看的都会在过去几个月得到持股看涨的定心丸，我想这才是真正对大家有帮助的东西。纳斯达克指数最为强势，今天出现了向上跳空缺口，利用缺口直接突破前期高点，形成历史新高。这边的话，高位跳空缺口一般会补，也就是说大盘在黑色框框内这个缺口所在的点数，短期内有可能要回档补上。向上跳空创新高，反映出多头凌厉上攻之势，回补之后仍看涨。即使短期回档补缺口，也将沿5日均线继续慢牛格局。成交量方面，最近成交确实有所放大，成交量放大说明买入的人多了，而卖出的人也多了。大盘高位，多空双方互道一声傻叉，交换一下筹码，准备看下一场好戏。高位放量一直有被某些股评家说成是见顶的信号，但是每次高位放量之后呢，不但没有见顶，还会继续上涨，毁掉量价关系理论的基本原理。技术分析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生搬硬套。最近放量可能是年初新资金建仓，也有可能是放假在家的人多，频繁交易导致的。我个人认为大盘技术上还没到筑顶的时候，科技股一季度机会还不少。原因是龙头权重股长期盘整，落后于大盘，早该启动补涨，而权重股补涨呢，会带大盘上一个台阶。纳斯达克指数大部分是科技股，将是3大指数里面受益科技股补涨的股指，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领涨3大指数。标普500指数也跳空高开高走，一举突破了前期高点。小型的盘整行情结束，标普突破走势可能是继续上涨的开始。标普短期内如果回调到了5日均线，就会得到支撑，沿5日线走慢牛走势。那么和纳指相比呢，标普的成交量没有明显的放大，这反过来表明投资者只是对科技股板块进行了调仓交易，对成分比较多样的标普却没有过多的交易量增长。可见市场上有分歧的只是科技板块为主的纳指，而大部分别的行业板块分歧不大。这样呢，我们更不能说大盘高位放量见顶了。
道琼斯指数在疫情期间的表现平庸，一有疫情缓和疫苗有效的利好，资金就会从避险的科技股出来买入传统股，从而反映出一个特别的模式，那就是疫情一旦好转，道指涨，纳指不涨，而疫情一旦恶化，道指不涨，纳指涨。这个规律可能要延续到疫情基本结束之日了。大盘能涨，大部分是与拜登即将就职有关。由于此次选举风波不断，造成了权力交接的不确定性，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引起资本对美国的信任度下降，从而资金外流。不过现在看来，随着川普坐直升机离开白宫，飞往佛罗里达，担忧剧烈冲突的不确定性已经大幅消除。新总统就职典礼现场因为疫情的原因可能会相对冷清，但是这也有助于加强安保线上观看就职典礼的人数有希望创历史新高。阳光财经虽然对美国党派没有任何倾向和立场，但是既然美国人选了拜登，那么我们就去研究一下拜登上台之后会有哪些举措，他的财政部长又会在刺激政策上面给股市带来多大程度的惊喜。那么拜登顺利上台，也必将在加强团结、安抚民众方面下一番功夫。也就是说，1月21日以后，暂时的混乱局面可能会终止，政治平稳是股票不崩盘的前提作为一个小散户，股票不崩是最重要的。经历美股崩盘，你就知道那是天天暴跌，还没有想好我怎么割肉呢，就已经腰斩。所以美国政治平稳就打消了保守资金的顾虑，他们的回归是拉动股指高位跳空上涨的一支力量。举个例子来理解我的这个观点吧，就像是赌场要换老板，结果新旧两个黑社会老大大打出手，谁还敢去这个赌场玩现在好了，赌场老板顺利交班，安全感之下买定离手，赌场生意就慢慢的火爆起来了。股市新高的第二个原因，我想就是拜登特别注重疫情防控和财政刺激，这是拜登对内政策的核心，这让苦了1年的人们有所期待了。拜登上台后的第一天就要发起100日口罩挑战，对疫情防控增加了资金投入，在 1.9 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预算了几百亿资金用于检测和疫苗。我们知道目前经济基本面实际上并没有股市那么好，甚至是两相背离的，经济不好，失业率提高，而股市却是大涨。加强疫情防控，短期内对就业是不利的影响，失业可能还会再增加，这在2月和3月的非农数据就可以得到验证。但是疫情一旦控好了，则是有利于经济长远的恢复。同时呢 1.9 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包括了大手笔的现金派发，是维持家庭基本开支的保障。再说了，2-3个月后冬天就过去了，疫情高发的问题也会缓解，疫苗再加紧推广，下一个冬天大概率会好很多了。这样的话呢，明显后面的情况要好于现在。那么股市是对未来的交易和定价，如果事情变好了，那么股市就应该维持强势。这里要说到美股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过去的10几年中，大崩盘主要原因都是外力造成的。如果光是股市自身涨太高了，就作为崩盘的理由的话，在统计上是比较没有说服力的。要股市高位加上外力重大利空，才会引发大崩盘。当我们看到事情在变好，股市就不会崩盘。股市不崩盘，那要么横盘，要么上涨，反正就是3个选择。股市新高迎接拜登，而不是暴跌相迎，主要是对拜登加税的利空已经充分消化了，这是股市上涨的第3个原因。而实际上在加税之前，先会有大规模的刺激，利好先来，那就先涨了再说吧。财政部长耶伦是鸽派老将，宽松政策一把好手呀。耶伦担任财政部长之后，准备大规模财政刺激，声称要采取重大行动。那么新官上任3把火，估计放水之下，股市还将维持强势。今天大盘大涨， FAN 权重股有比较大的拉动作用。首先是 Netflix， 因为公布了一个非常牛逼的财报而大涨突破，谷歌也突破式的上涨，从而科技股热度回升，直接拉升大盘。
奈飞大涨 16.85%， 财报远高于市场预期。奈飞全球用户突破了2亿大关，同比增速超过 20%， 现金82亿，未来保持充裕现金，不差钱。所以奈飞考虑在2021年首次进行股票回购，股票回购比分红更好，因为分红立即就要交税，而上市公司回购股票可以拉升股价，而长期持股的话，实际上又不用马上交税，即使获利卖出股票交税，利率也会低于股息交的税，所以美股公司回购股票特别受欢迎。财报季又来了，科技股疫情期间反而受益，去年业绩都不差，因此不要轻易做空科技股呀。而科技股又占了美股大盘的半壁江山，所以推断美股一涨难跌。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